1740年夏，为了彻底消除岳家军的威胁，金军主帅完颜宗弼亲率10万步兵，连同金国上下最为精锐的15000名骑兵，直扑岳家军的指挥中心郾城。在长达3日的血腥厮杀中，金军引以为傲的拐子马一败涂地，不可一世的铁浮屠亦被岳家军斩落马下。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；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然后完颜宗弼低声喃喃着金人士族间口口相传的一句话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竭尽全力的斩首行动，非但未能击败岳家军，反而帮助岳飞在他的第4次北伐续写了精忠不败的神话。公元1130年，郾城大捷的10年前，随着岳飞击退完颜宗弼，成功收复建康，一时之间在江南威名传遍。很快，岳飞得到了宋高宗赵构的召见。面对岳飞增兵守淮、拱卫朝廷的要求，赵构再也不会说这是小臣越职，非所宜言。他准允了岳飞，并赐予了他金带和马鞍。在往后的3年里，岳飞辗转于湖北、湖南、江西，平复了数次流寇作乱，收服了多名寇贼首领。尽管如此，岳飞却依然没有忘记靖康年间亡国的耻辱，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宗泽临死前嘶吼的过河。这些记忆像刀子一样搅动着内心，令他寝食难安。而现如今北伐中原，收复失地，却依然遥遥无期。1134年暖春刚至，岳飞便上书起复襄阳札子，向宋高宗赵构提出了收复襄阳6郡的想法。襄阳6郡包含了襄阳府、颍州、随州、唐州、邓州和信阳郡，在当时正处于金人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的统治之下。由于襄阳6郡位于南北交接处，只要将其收复，进可向南自守，远可北图中原。岳飞的提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，然而就在岳家军临行前，赵构却特意提点了岳飞：这次北伐以收复6郡为限，千万不要提什么恢复中原、还于汴京，否则就算立了功，朕也会重罚你。5月，岳飞统领3万多人向襄阳6郡进发。尽管被朝廷设置了层层限制，但这却是岳飞主持的第1次出师北伐。在武昌乘船渡江北进时，望着滔滔江水，岳飞立下誓言：
不生擒敌将，收复旧境，我岳飞今生不会再过此江。北伐大军攻势迅猛，势如破竹，短短1个月时间，相继收复颍州、襄阳、随州、唐州、信阳等地。随着襄阳6郡大片失地的收复和岳家军的凯旋，第1次北伐画上了完美的句点。31岁的岳飞被升为清远军节度使，成为了宋代历史上最年轻的间谍者。1135年末，岳飞等待了1年多，终于迎来了再度北伐的机会。正当岳家军准备挥师北上之际，却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。自古忠孝两难全，岳飞忍痛放弃守丧，带领岳家军再次踏上北伐之路。公元1136年春，岳飞第2次出师北伐，夺取商州、亳州等地区。尽管连战连胜，岳家军却面临着朝廷支援不足、孤军深入和粮草短缺的困境。为求自保，岳飞无奈选择撤回鄂州。除了商州全境和亳州部分地区，北伐成果再次尽数失去。尽管这次北伐远远没有达到岳飞的预期，却带给他一个意外的收获。在收复长水县时，岳家军夺取了尾齐的马涧，缴获了良马万匹。日后，岳飞用这些战马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，在未来与金军铁骑的决战中，成为岳家军的秘密武器和重要底牌。岳飞第3次北伐发生在1136年11月，岳飞率岳家军反击尾齐、刘豫的进攻，全军一路反推，进至蔡州收兵。1137年，同为中兴4将之一的刘光世被罢免兵权，宋高宗赵构拟将南宋全国70%以上的兵力统归岳飞一人指挥。对于岳飞而言，如果掌握这支强大的军队，北定中原的理想便不再遥不可及。这不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，更可能让宋高宗名垂青史，成为一代明君。然而，历史没有如果。陛下，妾以为岳飞功高震主，出言必赢回2胜，陛下不可不防，万不可任其做大。朕会从长计议。秦桧和右丞相的进言，让赵构收回了成命。靖康年间，秦桧曾被金军俘虏，后一度助纣为虐，为金人效力。如今南归之后，却一跃成为赵构身边的红人。其实，自第3次北伐胜利之后，岳飞上书的其出师札子中，他已绝口不提迎还2胜，一心只为恢复中原。只不过不思进取的赵构早已沉醉在了西子湖边的暖风里。在他眼里，岳飞北伐中立下的汗马功劳，不过是自己与金人议和的资本。君臣2人之间已经有了不可弥补的裂痕。
1138年冬天，秦桧以宰执的身份代表赵构跪在金石脚下，赵构奉表称臣，承认宋为金的藩属，接受了金赐给的河南、陕西。南宋与金之间达成了第一次议和。为了表达自己对议和的不满，身在鄂州的岳飞对赵构加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虽3诏而不受。陛下，我们今日应该感到担忧，而不该为之庆贺。我们现在应该抓紧训练士兵，以备金兵再度来犯，不能就地论功行赏，让金人取笑。对于岳飞的建议，赵构置之不理，只是特下温诏，让岳飞接受封赏。虚假的和平仅仅维持了不到2年。1139年，金国主战派完颜宗弼发动政变，掌握金朝大权后，他立刻毁约。1140年5月，完颜宗弼亲率大军再次攻宋，在夺取开封后，继续向南进发，攻占河南大部，兵临顺昌城下。大敌当前，宋廷上下一片慌乱。这时的赵构又想起百战百胜的岳家军来，于是连下7道谕札，促令岳飞率军开赴前线，抵御金兵。6月，整训3年的岳家军从鄂州再度出发，这是岳飞人生中的第4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出师北伐。这一次，他将直面金军最强悍、最顶级的战力。在岳飞的指挥下，岳家军所向披靡，首战就在蔡州击溃金军，光复蔡州。紧接着又攻克颍昌、郑州、洛阳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就已逼近开封汴梁。金人的骑兵一向号称满万不可敌，为了夺取郾城、斩首岳飞，完颜宗弼立即调遣2支精骑，一共15000人，直趋郾城。这2支骑兵部队是金军的看家法宝，一支铁浮屠，一支拐子马。铁浮屠又称铁塔兵，作为人马巨甲的重甲骑兵，以3骑为一小组，用皮带相连，有进无退，如同铁壁，几乎没有军队可以抵挡他们的正面冲击。在铁浮屠的左右两翼，配备着精于骑射的拐子马轻骑兵，在作战时袭扰对方军阵，来往冲杀，骁勇异常。面对如此强悍的作战机器，岳飞早已找到了破解之法。4年前，岳家军缴获的1万多匹战马，训练成了被围军，而被围军这些岳飞亲军，正是大宋最为精锐的骑兵。为了对抗铁浮屠如墙一般的推进，岳家军的步兵与骑兵紧密配合，他们手持麻扎刀、大斧，上砍敌兵，下斩马卒。铁浮屠战马在刀斧的劈斩下哀鸣，躯体跌落在地，扬起烟尘，止步不前。战局焦灼时，岳飞亲自跃马提枪，冲入敌阵，将士们士气倍增。为将者在敌阵中左突右冲，身负重伤，仍坚持战斗，杀敌数百人。为卒者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。在悍勇的岳家军面前，
不可一世的金军铁骑都全线溃退。在随后的颍昌决战中，岳家军无一人后退，斩敌5000余人，其中包括宗弼的女婿万夫长夏金乌，俘敌2000余，缴获战马，兵刃，旗帜无数。郾城大捷取得了宋金战争史上最辉煌的胜利。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，金军的士气彻底动摇了。我自北方起事以来，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惨败。2、3日后，岳家军先锋进抵朱仙镇，开封城遥遥在望。收复这座陷于敌手15年之久的故都，已是指日可待。今次灭金军，直捣黄龙府，当与诸军痛饮。正当岳家军向朱仙镇集结，为收复中原准备最后一战时，岳飞收到的并不是来自朝廷的嘉奖，而是赵构1天内发来的12道金牌和班师照。岳飞炽热的爱国热情，忠贞报国的雄心壮志，终于被赵构扼杀了。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以失败结束。1141年，宋金淮西之战后，完颜宗弼深知不是岳飞的对手，他向秦桧明示了议和的条件，除掉岳飞。为了与金人议和，秦桧设计构陷岳飞谋反。10月，岳飞应召回到临安后，立即被投入大理寺狱中。1141年年底，宋金绍兴和议达成，宋向金称臣，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，并每年向金供奉银绢各25万两匹。和议虽成，但有人并不想就此罢休，他们捏造无数莫须有的罪名，栽赃陷害岳飞。凡是替岳飞打抱不平的官员臣子，也都遭遇不公。公元1141年冬，天降大雪，寒风凛冽，岳飞被赵构赐死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一代战神，没有在烈烈风中战死疆场，而是悍然于诏狱之中。他不像韩信一样天纵奇谋，被后人誉为兵仙，也不如霍去病和卫青以整个帝国为后盾，封狼居胥，犁庭扫穴，更不似李靖蹉跎半生，最终遇到值得效忠之人，留下了自己的兵法和韬略。但是岳飞在危难时刻选择尽忠报国，他行走于淤